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们用鸡蛋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准备6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打入一个无水无油的碗中，再加50克白糖、6克白醋或者是柠檬汁，再准备一个矿泉水瓶，先捏扁，再把底部剪开，剪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划到手。再剪成1厘米宽、3厘米长的条状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用它打全蛋，蛋清和蛋黄不用分离，然后贴着碗底转圈打，不用太使劲，留点力气，可能需要打很久，转圈快速打就行。这是我打了10分钟的状态，当然这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继续打。打至鸡蛋液体积变大，颜色变白，提起蛋液不会立刻消失，可以停留3到5秒钟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一共打了20分钟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把模具放入烤箱里，上下火180度，预热5分钟。如果家里没有小模具，也可以用大的。然后鸡蛋液里塞入20克奶粉，180克普通面粉。如果家里有低筋面粉，最好用低筋面粉。把面粉过筛一下，等一下拌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。再把它翻拌均匀，像炒菜一样翻拌，速度要快一点，不要拌得太久，容易消泡。棒子没有干面粉就可以啦。然后把模具取出来，刷上食用油。我们提前把模具加热一下，这样更容易脱模。再把面糊倒入模具里，到7分满就可以。再撒点熟芝麻点缀，好看又好吃。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，上下火180度，烤20分钟左右。20分钟之后要观察一下，如果颜色不够深，可以再烤3到5分钟。像这样表面金黄就可以啦。然后用牙签把它倒扣过来，稍微放凉。哇，好香啊！底部是脆脆的，加了奶粉，有淡淡的奶香味。这样我们美味的小蛋糕就做好啦。没有打蛋器也可以做，孩子想吃蛋糕的时候就不用出去买啦，自己做干净又卫生。刚出锅的时候，底部是脆脆的，非常的好吃。我们掰开来看一下，外酥里软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可以给孩子当零食，也可以当饭吃。蛋清和蛋黄不用分离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很多人把土豆挖回家，不是炒着吃就是炖着吃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，口感软糯，外酥里嫩，大人和小孩都喜欢吃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大土豆，去皮之后把它放到清水里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先对半切开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然后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块鸡胸肉，先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全部切好之后再把它剁成肉末，也不要剁得太碎，有一点颗粒感就可以。剁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胡萝卜丝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适量的豌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土豆已经蒸熟啦，
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用勺子把它压成土豆泥，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细腻一点，压得越细腻口感就越好。像这样就可以啦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锅中倒入一碗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水开之后把豌豆倒进来煮熟，大火煮3分钟左右，煮熟煮透。1分钟左右把胡萝卜丁倒进来，搅拌均匀之后再煮2分钟左右。煮熟之后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鸡胸肉倒进来翻炒，把鸡胸肉炒散、炒香，炒至变色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豌豆和胡萝卜丁倒进来翻炒均匀，翻炒1分钟左右，关火。再把炒好的配菜和土豆泥放在一起，再把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，再加入1小勺盐、1勺鸡精、适量的胡椒粉、1勺生抽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食材和调料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淀粉，玉米淀粉、红薯淀粉、土豆淀粉都可以，然后继续搅拌均匀。如果觉得太稀了，再加入少量的淀粉，继续搅拌均匀。像这样不干也不稀就可以。然后用手把它揉一揉，揉成面团，揉成像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。然后手上抹点食用油，防止粘黏。再取一块土豆泥出来，把它揉成圆球，再用手轻轻压一压，把它压成土豆饼。像这样一个小饼就做好啦。全部做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然后准备一个平底锅或者是电饼秤，加入少许油，用刷子把油刷均匀，再把做好的土豆饼一个一个放进来，中间要留有缝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开小火慢慢煎，饼皮上面也刷上食用油，防止水分蒸发。煎2分钟左右，煎至底部金黄。煎至一面金黄之后，再给它翻个面。哇，好香啊！现在就已经是满屋飘香了。然后再煎2分钟左右，煎至2面金黄，并且能闻到浓浓的香味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外皮焦香酥脆，里面软糯可口，一个非常好吃的香煎土豆饼就做好啦。这样做出来的土豆饼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咬上一口外酥里嫩，非常的香。里面有各种蔬菜搭配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买了2块鸡胸肉，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。首先在鸡胸肉里多倒点水，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先切成2厘米左右的厚片，然后改刀切成条状，最后切成这样的小方块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鸡蛋，打入碗中，用筷子搅散，然后把鸡蛋液倒入鸡胸肉里，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半根大葱切片，1小块生姜也切片，再把葱姜片放入鸡胸肉里。我们再来调味：1勺生抽，1勺料酒，1勺蚝油，1小勺盐
1勺黑胡椒粉，然后用手充分抓拌均匀，多抓一会儿更加容易入味，然后腌制20分钟。再准备一个大馒头，把皮剥掉，先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点，再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点，然后切成小碎丁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适量的玉米淀粉，倒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鸡蛋，打入盘中，用筷子把鸡蛋搅散备用。我们的鸡胸肉也腌得差不多啦，把它搅拌一下，然后夹出来放入淀粉里，沾上一层薄薄的淀粉，再放到鸡蛋液里裹上一层鸡蛋液，最后裹上一层馒头丁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用馒头丁炸出来的鸡块更加的酥脆，全部都做好备用。锅中多倒点油，油温烧至5成热，放下筷子能起泡泡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一块一块下入鸡肉，用中小火慢慢炸，先不要动它，炸至一面金黄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到3分钟。一面金黄之后，再给它翻一面，再炸2分钟左右，炸至2面金黄酥脆，全程需要5分钟左右，像这样金黄酥脆就可以啦。再把它捞出来控油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样炸出来的鸡块真的是太香了。用馒头丁炸出来的鸡块比面包糠还要酥脆，咬上一口是酥酥的，一点也不硬，里面是嫩嫩的，一点也不柴，非常的好吃。再配上番茄酱，真的是太美味了。这个做法不难，最难的是像这样一块一块吃下去却停不下来，比外面买的鸡米花还要好吃。孩子想吃鸡米花的时候就不用买啦。这个做法简单又美味，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我们用鸡蛋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准备4个鸡蛋，再准备一个大碗，把鸡蛋打入大碗里，然后往鸡蛋里加1勺盐，再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把鸡蛋搅散，再加入300毫升温开水，用温开水蒸出来的鸡蛋羹不容易起蜂窝，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搅拌均匀，多搅拌一会儿，蒸出来的鸡蛋羹更加的细腻。然后再准备一个滤网，把鸡蛋液过滤一遍，把泡沫过滤出来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更加的嫩滑。然后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防止水蒸气滴落，再用牙签扎几个小洞，然后提前烧一锅开水，再把鸡蛋液开水上锅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转中小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点配菜。准备半个胡萝卜，先切片，再切丝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点孩子喜欢吃的豌豆粒备用。再准备3瓣大蒜，先切片，再切成蒜末。准备1小块生姜，先切片，再切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再准备1把小葱，把葱白和葱绿分开切，
然后把葱姜蒜末放在一起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把葱绿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3块钱的猪肉馅，装入小碗中备用。起锅热油，油热之后把肉末倒进来翻炒，炒至肉末完全变白。然后把姜蒜末也加进来，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加1勺黄豆酱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然后翻炒均匀，炒出酱香味。然后把胡萝卜和豌豆粒也加进来，翻炒片刻。再加1碗清水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煮3到4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香喷喷的。再加1碗水淀粉，煮至汤汁变粘稠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关火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我们的鸡蛋羹也已经蒸熟啦，把它取出来。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非常的滑嫩，没有一点点蜂窝。再把炒好的菜也加进来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最后加点葱花，美味继承，香喷喷的肉末鸡蛋羹就做好啦。我们来尝一下看看。看一下，非常的嫩滑。我们蒸鸡蛋羹的时候，盖上一张保鲜膜或者是盖子，即使时间蒸久一点，也不容易起蜂窝。口感非常的滑嫩，肉末也非常的入味。豌豆粒吃起来是面面的，孩子也非常的喜欢。有菜又有肉，这样搭配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如果你喜欢，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鸡蛋西红柿豆腐羹，非常好吃哦。西红柿划10字花刀，再用开水烫一下去皮，再切成西红柿丁。碗中加2个鸡蛋，打散。锅中放少许油，倒入鸡蛋液，用筷子快速搅拌，炒成鸡蛋碎。再加1块嫩豆腐，用锅铲压碎。再加1碗清水，烧开，再加入西红柿，煮2分钟，西红柿变软，再放上盐、生抽、少许糖，再加1碗水淀粉，煮至汤汁变粘稠，再撒上葱花，美味的鸡蛋羹就做好啦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们用豆腐和鸡蛋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准备1块老豆腐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对半切开，再切成1厘米左右的厚片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适量的香菇，清洗干净，把它切成4瓣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大葱，切成葱片，
一块生姜，先切片，再切丝。再准备适量的大蒜，切成蒜片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切成薄片。这些就够了，剩下的留着下次再用。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4个鸡蛋，打入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，2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1勺盐，1勺白糖，再加1碗清水，搅拌均匀，放一旁备用。热锅不用放油，倒入五花肉，把五花肉先煎一下，煎出部分油脂，中小火慢慢煎，煎至两面金黄，并且煎出油脂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先把它夹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利用五花肉的油把豆腐煎一下，中小火慢慢煎，煎至一面金黄之后，再给它翻一面，煎至两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煎好之后，先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利用煎豆腐的油把鸡蛋煎一下，中小火慢慢煎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黄搅散，煎至一面凝固之后，再给它翻一面，煎至两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它盛出来，切成小块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砂锅，把煎豆腐的油倒入锅里，再把葱姜蒜片也加进来，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加1勺黄豆酱，炒出酱香味。然后把香菇也加进来，翻炒均匀。然后把豆腐也加进来，铺平整。把五花肉也加进来，煎好的鸡蛋也加进来，把它铺平整。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，然后盖上，中火焖5分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再加入小米椒和葱花点缀，美味的鸡蛋豆腐煲就做好啦。满满的一大锅，有蛋有菜又有肉，鲜香又美味。鸡蛋经过煎煮，吸煮了汤汁，焦香又入味。豆腐也是吸煮了汤汁，非常的入味下饭。香菇也是鲜香又美味。这道菜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，营养美味，做法也不难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我们用豆腐和茄子来做好吃的。首先把豆腐用开水浸泡5分钟，加少许盐去除豆腥味。再准备3到4根茄子，先去蒂，然后再切成小段，最后改刀切条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，加适量的盐，用手抓均匀，腌制15分钟。再把豆腐切成小块，然后准备一个砂锅，把豆腐摆入砂锅里备用。准备一把大蒜，切末，生姜切末，再准备一个红椒，切成小丁。装入碗中备用。把腌好的茄子水分挤出来，这样做出来的茄子不吸油。
而且也不容易变色。热锅放油，油热之后放入茄子，大火翻炒，炒至茄子变软。然后盛出来放入砂锅中，锅中留少许底油，放入姜蒜末炒出香味，再加入肉末，炒至肉末完全变色，然后加入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一勺黄豆酱，翻炒出香味，再把红椒也加进来，翻炒片刻，再把肉末铺在茄子上，然后盖上，转中小火，煮5到6分钟。哇，好香啊，香喷喷的。再加点葱花，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吃啦。这样做出来的茄子非常的少油又好吃，不油腻，还非常的下饭。豆腐也是非常的入味，好吃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花了1块9毛钱买了一大包秋葵，我们用秋葵来做好吃的。先倒入清水，把它清洗一下。现在正是吃秋葵的季节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，要给孩子多吃一点。烧一锅开水，加1勺盐，倒入秋葵，焯水1分钟，再把它捞出来，放入凉水里，先泡着，让它降降温。再准备一个大碗，打入3颗鸡蛋，搅散。再准备1块老豆腐，放入鸡蛋液里，用铲子把它压碎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放一旁备用。然后把秋葵捞出来，控干水分，头部切去不要，再切成薄片，装入豆腐的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胡萝卜，先切片，再切丝，最后切成小碎丁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最后再来切点葱花，装入碗中。我们再来调味，加入适量的盐、白胡椒粉、适量的鸡汁，然后充分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1大勺面粉，大概120克左右，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面糊状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热锅放油，打开馅饼模式，把菜糊倒进来，然后用铲子把它铺均匀、铺平，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，然后盖上焖3分钟。再准备2根火腿肠切片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另准备一个碗，打入1颗鸡蛋，搅散备用。我们的饼已经煎了3分钟啦，把鸡蛋液也加进来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再把火腿肠也倒进来，把它刷均匀，再加点熟芝麻，好看又好吃，然后盖上，再焖3分钟。哇，好香啊！鸡蛋液凝固就已经熟啦。再利用一个盘子把它取出来，然后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好吃又好看的秋葵豆腐饼就做好啦。不喜欢吃蔬菜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样做，营养又好吃。
表面有一层豆腐的焦香，里面非常的嫩，咬上一口还有秋葵的清脆，老人和孩子都应该多吃一点。底部是这样的，有豆腐的焦香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我们来做老人早餐。首先准备2个土豆，擦成土豆丝，然后加一勺盐，搅拌均匀，腌制5分钟，腌出水分。再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去皮，然后先切片，再切成小碎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青红椒，先切条，再切成小碎丁。再准备一个洋葱，先切片，再切成洋葱丁。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把西红柿、青红椒也加进来，再打入3个鸡蛋，加1勺胡椒粉，1小勺盐，然后搅拌均匀备用。然后把土豆丝的水分撞干，全部加入大碗中，搅拌均匀。再加入30克食用油，200毫升纯牛奶，400克普通面粉，6克无铝泡打粉，充分搅拌均匀，像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啦。然后全部倒入烤盘里，用筷子铺均匀，再撒上适量奶酪碎，烤箱200度，提前预热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，上下火200度烤25分钟。哇，好香啊！香喷喷的早餐饼就做好啦。再把它切成小块，方便食用。早餐这样做，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各种蔬菜搭配，孩子也非常喜欢吃。蓬松暄软的面饼配上香浓的芝士碎，真的是太美味了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